兄弟们，欢迎收看高高电脑评测。咱们今天更新一下魔霸7 Plus 4070。至于为什么不测4060，这个就先不说了，说多了都是泪。那配置方面，搭载了 AMD R9 的7845HX 处理器，采用了 Zen 4架构5纳米制程，提高了性能上限。那有12核心24线程主频可以达到 5.2G， 以及64兆的高速缓存。它支持 PBO 自动超频，它还搭载了140瓦满功耗的4070独立显卡。有8G 的显存，支持 DHS3 技术。今年 AMD 锐龙的7845HX 这个 CPU 对于游戏到底有没有非常大的提升呢？咱们今天测试一下。R9 7845HX 是 AMD 2023年推出的全新 HX 系列，用来和英特尔家的1390HX 这类 H55的处理器正面对抗的。那这个 R9 的7845HX 使用在台式机上的同款的 Zen 4架构加台积电5纳米工艺。由于2颗独立的 CCD 组成了6+6，共12个核心，24线程全大核心，配置 L3 缓存，也就是32加32组成了64超大缓存，但同时内存也仅支持 DDR5 内存了。介绍完大概的参数，接下来咱们进行一下外观展示以及性能和游戏测试。首先 A 面是采用了金属的材质，搭配的是复合材料，外观识别度还是挺高的，和其他款 ROG 的游戏本差别不大。那这个 A 面也不是非常容易沾指纹的。外观方面，魔霸7 Plus 传承了魔霸6 Plus 的模具，高情商叫传承，低情商叫库存模具。那接口方面，左侧为2个 USB， 还有一个耳麦合一的接口。屁股后面2个 C 口，不是雷电4，也不是 USB 4.0， 但是支持 PD 100瓦充电器，还有一个 HDMI 的接口、G45网线接口、电源接口。右侧什么都没有，整体下来呢 USB 太少了，那这个位置应该再给一个 USB， 那就比较好了。先看大家最关心的屏幕方面，那分辨率为2560x1440 2K 的分辨率，240赫兹刷新率，亮度的为300尼特 P3 的色域屏。那日常室内使用中亮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咱们感受一下扬声器的效果。3D Mark Time-Spy 一共是4个模式，都进行了测试。金模式呢 CPU 保温是12518分，显卡呢是8987分，总温是9384分，频率基本维持在 5.4G， 基本跑满了。那到最后的时候呢，有一个跳帧，有可能是开启静音模式后一瞬间撞温度墙了。咱们来看一下现模式 CPU 保温是12695分，显卡是11908分。显然可见 CPU 分数并没有非常大的差距，频率也是比较稳的一个状态。咱们来看一下增强模式 CPU 保温是12626分，还是没啥变化，显卡分数是12410分。咱们来看一下 CPU 一直顶着频率走，非常的稳，基本维持在 5.4G。CPU 非常高，显卡频率也是非常的正常，感觉就像锁屏的状态，但是笔记本不支持锁屏呀。那所以今年这款7845HX 在 Time-Spy 上性能表现非常好，就是一条直线。那最后我又开启了自定模式 ，CPU 跑分是12479分，反而自定模式跑分比较低了，但是显卡的跑分直接干到了12951分，整整比增强模式高了541分。那也就是说，即便是开启了自定模式 ，CPU 跑分已经到了瓶颈，那只能让显卡更激进一些。223多核性能跑分跑到了27998分，单核性能是19045分。于是呢，我关闭了 AMD 原厂自带的 PBO 功能，然后223多核性能跑分跑到了27062分，单核跑分跑到了1865分。那双口呢测试中呢 CPU 温度呢72瓦，温度呢82度，大核频率是 4.37G， 显卡功耗呢116瓦，温度呢76度。狂暴模式下呢，整体的功耗是达到了188瓦。那于是呢，显卡又单烤了一下 ，CPU 现在是129瓦，温度呢73度 ，CPU 温度呢88度，功耗呢55瓦。撸啊撸干预时的帧数是400帧，温度呢68度，频率是4095赫兹，功耗呢48瓦。GPU 温度呢49度，频率是1840赫兹，功耗呢只有26瓦。团帧的时候基本维持在了200帧左右浮动。
第一战场刚运时呢，帧数是240，温度呢85度，频率是4050赫兹，功耗呢60瓦。那 GPU 温度呢60度，频率是2355赫兹，功耗呢68瓦。飞机上的时候呢，帧数是108帧，高散离瞬间呢是167帧，温度呢84度。这显卡的功耗达到了51瓦，落地的瞬间呢，帧数是136帧。下面有一个充电。Apex 英雄刚运时呢，帧数是213帧，温度呢81度，频率是4036赫兹，功耗呢60瓦。分辨率我开的是 2K， 画质呢我拉到了最低，显卡功耗呢达到了78瓦，温度呢62度。唐卡尔2077这个游戏呢，所有的配置我开的都是最高，分辨率也设的是 2K， 超级光追，没有开启 DLS 3.0 模式。最终帧数稳定在了25.11帧，那这个帧数肯定是不能玩的。然后我又重新开了一把游戏，这一把我开启了 DLS 3.0 模式。然后最终稳定在了63.51帧。所有的配置我开的都是最高，分辨率也设是 2K， 开启了超级光追，这把是开启了 DLS 3.0 模式。战地2042，所有的配置我开的都是最低，分辨率设的是 2K。刚进云时呢，帧数是168帧，温度呢82度，频率是4955赫兹，功耗呢72瓦。CPU 温度呢67度，频率是2355赫兹，功耗呢84瓦。这个游戏呢，我没有开启 DLS 3.0 模式。好了，兄弟们，这个 CPU 还有更好玩的功能 ，AMD 原厂自带的 PPU 功能，对于游戏还是影响蛮大的。这时候可能兄弟们要问了 ，PPU 是什么 ？PPU 是 AMD 台式机处理器之前一直存在的技术，可以让处理器尽可能的提高追频的频率，来白嫖一点性能。那我手上这台 CPU 体质还是比较不错，咱们可以根据不同的 CPU 体质来进行超频和降压。超频的过程中呢，可能会出现黑屏和死机，咱们可以多次尝试，选择稳定的超频参数。
我们手上这台可以设置成加200频率减30电压，稳定通过全部测试。总结一下，这款机器处理器来讲，64兆超大缓存，对于吃3缓的游戏来说是非常大的提升。1199首发价格对于这款4070还是非常不错，那甚至比其他品牌有那么一点性价比。那这款机器4070也没有在耍猴的状态，已经是破发了。然后这款机器也是支持 PPU 功能，尽可能让频率拉到最高。对于生产力、多核性能有要求的这款 CPU 比较值得推荐。那魔霸7 Plus 用的还是上一代的老模具，但是对于这个价格给了4070和785HS CPU 完全是非常可以了。ROG 的魔霸7 Plus 它的主板和硬件毕竟比其他品牌都要过硬的。那接口方面虽然给了2个 C 口，但是不是雷电4协议，也不是 USB 4.0。不过这一点它是支持 PD 100瓦充电器的。17.3寸的屏幕，350尼特，不算大也不算小，看个人使用环境。对于室内一些创作者是足够用的。这款785HS 能耗比也是非常高。那通过 CineMark ThermalSpy 上的表现来看，那性能模式跟增强模式几乎相差无几，也不用开启增强模式的风扇噪音来换取性能。那整体下来呢，这款机器还是蛮有性价比的。那如果各位观众想要一个17.3寸，平常玩一些吃3缓的网游以及3游戏，魔霸7 Plus 还是值得考虑的。好了，兄弟们，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觉得视频不错的，麻烦投币、转发加评论，别忘了给我一个大大的关注。后面我会更新更多的评测。